主席、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全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法西斯，抱着永不再战的理想，建立了联合国，开启了构建战后国际秩序、追求和平发展的不凡历程。80年风雨兼程，联合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正是因为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人类社会才实现总体和平，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80年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跨越了世纪，人类社会历经电气化时代、计算机时代，现在已经迈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尽管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让世界更美好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回首既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宝贵的启示。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最热切的共同期盼。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我们绝不能淡忘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过去80年，世界总体和平孕育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增长。现在，国际社会对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进一步壮大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团结合作是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超越差异，并肩作战，最终赢得胜利。随后的80年，各国又继续通过沟通协作，经受住了冷战对峙、金融危机、大流行病等重重考验。这些都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团结则共进，分裂则俱损。无论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挑战，只要各国团结一心，精诚合作，就能汇聚起磅礴力量，战胜一切逆流险阻。第三，公平正义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历史的进程时刻提醒着人们，当强权凌驾于真理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动乱和衰退。人类社会若是倒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就必将面临
更多的血腥，更多的残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要讲利益，更要讲道义，尤其是大国，更应如此。唯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让各方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卷土重来。历经80年的国际规则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曾经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屡遭破坏，引发的种种乱象令人痛心，令人忧虑。人类再一次来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凡天下有识之士，都不禁要问：历经磨难，人类难道不应该更有良知，更加理性地善待彼此，和平相处吗？面对诸如人道主义灾难的种种不堪，难道可以对那些公然践踏公平正义的暴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吗？对一些毫无底线的霸凌霸道行径，难道应该因慑于强权而保持沉默，逆来顺受吗？我们的先辈们在建立联合国之初的那一腔热血和执着追求，难道就任其在历史的天空中随风飘上吗？我们中国人常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这一次来到联合国的总部，当看到总部大厦门前一字排开的190多面各国国旗迎风招展时，当看到历经岁月洗礼却仍然熠熠生辉的铸剑为犁、打结的手枪等著名雕塑作品时，当看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工作人员为了人类共同目标通力协作时，我在想，这些代表着和平、进步、发展的人、物、景，就是我们纪念胜利的初心所在，就是我们携手奋斗的使命所在。诚然，我们或许不能回到过去，但我们完全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努力推动提升人类福祉。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在这个月初，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路径。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采取协调有力行动，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推动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和平与发展。一是在世界变乱交织之际，我们要共筑和平，共享安全。我们各国同处一个地球村，安全上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我们应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如果执迷于阵营对抗，动辄诉诸武力，只会让和平越来越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2大出资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1大出兵国。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我们积极劝和促谈。中国将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是，在全球增长乏力之际，我们要重振合作，谋求共赢。现在世界经济低迷困厄，很重要的原因是关税大棒、做强涉雷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在增多。我们应当更加紧密协作，努力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相向而行中更好相互成就。中国始终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我们一直保持在30%左右。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目前我们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7.3%左右。我们已连续16年是世界第2大进口国。中国还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遍及150多个国家。当前，中国正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向好，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三是，在多元文明激荡之际，我们要倡导对话，美美与共。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底蕴，都应当被承认和尊重。
抱持所谓文明优越论，以意识形态画圈子，只会造成更多的对立，更多的对抗。本着包容态度，更多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就能凝聚更多共识与合力。中国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践行者。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实施50个文化文明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举办200期专题研修研讨项目，为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进步继续做出贡献。世事在新型挑战频出之际，我们要携手应对，共赴家园。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要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巴黎协定有效落实，加强绿色经济国际协调。近年来，人工智能、网络通讯、生物制造等科技水平飞速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潜在的风险。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上、公平普惠等原则，加快完善相关治理规则，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使科技进步更好地造福人类。中国始终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负责任参与者。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我们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和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便已宣布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一次，我们将向联合国赠送长河6号从月背采集的月壤样品。中方将继续拿出更多积极行动，同各方协力推进相关领域全球治理。各位同事，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和履职能力，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方将与联合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并向其提供1000万美元预算支持。我们还将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历史如潮，大道如砥。面向未来，中国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坚守联合国理想，弘扬多边主义精神，
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断迈进，努力把世界建设得更加和谐美丽。谢谢大家。